12岁的美少女第一次见皇帝，竟当众吐槽皇帝小气，不仅嫌弃宫宴上的水果是烂的，更是大骂御膳房还不如肯德基。然而美少女的爹娘却是见怪不怪，只因女儿从出生起就爱在心里碎碎念，还时不时爆出来一些惊天大瓜。好在只有自家人能听到，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随着美少女那一嗓子尖叫，皇帝皇后都疑惑地看向了四周，一些大臣和女眷们也纷纷到处张望，看这架势大殿上至少有一半人能听见自家闺女的心声啊。而此时宋瑶瑶却根本没发现不对劲，还在跟吃瓜系统嘀嘀咕咕。呱呱，这个荔枝怎么一股怪味？宿主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当有飞机给你空运呢？上午摘下来，下午就能吃到嘴里。众人都听傻了，这飞机是什么机，竟能做到如此神迹？皇帝更是居高临下的扫视着所有人，刚刚明明没看到有人开口，那声音是哪里来的？很快不少人都反应过来了，他们应该是听到了别人的心声，还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。就在这时，那道声音又响了起来。不是说宫宴上有歌舞吗？这都开宴好一会儿了，怎么还让咱们这么干坐着啊？皇帝顿时尴尬地咳嗽2声，他只顾着寻找新生的来源了，把宣布宴会开始的事给忘了。宴会正式开始。一群身着异域服饰、身姿曼妙的舞姬在悠长的笛音中舞动了起来。宋瑶瑶立刻睁大了眼睛，哇，真小妖扭的！我要是个男人，我的魂儿也要被勾走了，真想搂一把试试。嘿嘿嘿，宿主，你矜持点，不要笑得这么猥琐好不好？知道啦，知道啦，又没人听见。问题是很多人都听见了，用最软糯的声音说着最劲爆的话，以至于众人都忍不住咳出了声。他们怎么了？难道这茶水有问题？宿主不要装模作样，这茶水没问题，这些人估计也是看到这些舞姬，所以想入非非了吧？我就说嘛，这些舞姬都这么有料，你看那个黑脸大叔眼都直了，还有那个老伯胡子都白了，还激动的手发抖呢。被宋瑶瑶点到的大将军和丞相顿时在心里发出了土拨鼠尖叫。小小年纪，话不能乱说，我们才没被舞姬勾引住。一旁的宋侍郎夫妇简直要抓狂了。虽然这死丫头平时在家也不着调，可没想到今天格外放飞自我，啥都往外吐，这要是惹怒皇帝，可如何是好？没多久，一曲结束。各位爱卿中秋佳节团圆之际，我们所有人都依次说2句祝福语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闻言，众人都是眼睛一亮。好主意啊，这下就能找出新生的主人了。宋瑶瑶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祝福语，自信满满的迈着小短腿走到殿中央，行了礼后一抬头，心中却立刻尖叫了起来。呱呱，这皇上长得也太帅了吧，就算年龄大了些，也是个翩翩帅大叔。还有这皇后娘娘也太漂亮了吧，这就是书上说的艳若桃李吧？哎呀，呱呱，皇后娘娘冲我笑了，我觉得我好幸福。这就是太后娘娘吗？看起来真的不像哦，我觉得她慈眉善目，更像是寺里的菩萨呢。太后愣了一下，随后便笑得更加慈祥了。宿主，你不要犯花痴了，人家都等着你说祝福语呢。哦，知道了，还不是阿娘，不准我四处乱看。再加上我刚光顾着找吃的，都没看清皇上他们长什么样子，现在当然要看个够本。侍郎府次女宋瑶瑶，恭祝陛下佳节如意愿，在座各位人月两团圆。皇帝忍着笑开口：是第一次入宫吗？朕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臣女家里管得严，以前爹娘不让出门。这孩子阿家甚是喜欢，赏翡翠手镯1对。本宫看这孩子也颇有眼缘，赏珍珠红宝石不摇1只。臣女多谢太后娘娘，多谢皇后娘娘。然后蹦蹦跳跳地回到座位上。娘亲，这赏赐你先帮我收着。宋夫人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脚趾已经快抠出一座别院了。嘿嘿，你说我怎么就得了赏赐呢？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太可爱了，大家都很喜欢我？宿主，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说不定人家就是看你话都说不利索，怕你当场哭出来。呱呱，你个小垃圾，信不信我把你做成烤地瓜？众人忍笑忍得好辛苦，听到别人心生这样诡异的事情，大家还是第一次遇到，而且皇上都没有发话，谁也不敢有任何的动作。接下来又换了一批表演。宿主危险，这个舞姬是个刺客。听到这道心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那名舞姬身上。我的老天奶，怎么参加个宫宴还能遇上刺杀？他都穿那么少了，还咋刺杀呀？靠个子高压死人吗？那人是男扮女装的，他的武器是一把软剑，就缠在腰部，他的袖口里还藏了剧毒。这可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提醒皇上？直说的话会不会被当成同伙？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哎呀，怎么关键时刻我这脑袋怎么就跟呱呱一样了？你想办法就想办法，干嘛骂我？此时的大殿中央，舞姬挥动着长袖，已经开始翩翩起舞了。众人还不能肯定宋瑶瑶的心声是真是假，但皇上周围已经多了不少武功高强的护卫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下一秒，舞姬忽然抽出软剑冲向了皇上，所有人都尖叫了起来。此时宋瑶瑶已经仗着自己个子小钻进了桌子底下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一线吃瓜藏好。我还没想出办法来呢，他们怎么就打起来了？哇哇哇！
那个护卫用的是断子绝孙腿吗？也太帅了吧！做主，你不要给人家的武功瞎起名字好不好？好好的招式从你嘴里出来，怎么就那么猥琐呢？哎，你的屁股还在桌子外面呢，赶紧藏好，免得被误伤。下一秒，宋瑶瑶就被宋侍郎提溜出了桌子底下。刚刚宋家人躲远以后，转头才发现少了自家小闺女，随后回去就看到了桌子底下撅着屁股的宋瑶瑶。转眼，他们两人就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。已经是12岁的大姑娘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撅着个顶，成何体统？娘，有刺客，我害怕。知道害怕，还不知道躲远一些。知道了，下次我一定躲得远远的。你还希望有下次？娘，你别生气，口误，纯属口误。回家后，我给你捶捶肩，捏捏腿，怎么样？好。这会儿，刺客已经被制服带了下去，因为刚刚打斗的地方一片狼藉，这会叫大家移步到偏殿。刺客离开后，他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宋瑶瑶。刺客男扮女装，袖里藏着匕首，腰间藏着软剑，这和之前那个呱呱告诉宋瑶瑶的情况全都对上了。难道这个呱呱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？呱呱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我脸上有花吗？怎么都这么看着我？呱呱也不知道啊。按理来说，宫宴上发生了刺杀的事件，这宫宴也该结束了。可现在宴会又开始继续了，是我经历的太少，还是在座的所有人内心太强大了？哎，老了，果然还是我安稳的日子过得太久了，有些经不住事了。小姑娘，你听听自己都说了些什么？你才12岁，还是小屁孩，哪里就老了？你要是老了，在场比你年纪大的人多了去了，那他们又算什么？老妖怪吗？呱呱，你不是能探查到距离我10米以内那些人的瓜吗？说来听听。做主，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之前看你吃的那么花，后面你又被美女吸引住了。既然你现在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。看到坐在你们不远处的身材消瘦，留着长须，看起来一副文人模样的从四品通义大夫没有？看到了，怎么了？众人的目光也齐齐看向了从四品通义大夫一家，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们。别看他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其实就是个人渣。从四品通义大夫名叫刘光绪，他从小聪慧过人，父母把他送去私塾读书，夫子讲什么他一学就会，还能融会贯通，一众学子中格外出众。王夫子很喜欢刘光绪这个学子，就和刘光绪的父母商议后，给自家唯一的闺女王秀秀和刘光绪定了娃娃亲。刘光绪10岁这一年，他的父亲为了他的书香，去山里采药，不慎掉落悬崖，尸骨无存。家里本来就贫困，这下没了刘父，家里就更加贫穷了，吃饭都成了问题，就别提继续读书了。刘光绪面临着退学的境地，这时刘母拿着那纸婚约找到了王夫子，要求人家供刘光绪继续读书。王夫子看着刘光绪，觉得他确实是个读书的料，现在退学实在太可惜了，就同意了。但资助刘光绪继续读书的前提是王夫子老了，女婿和女儿必须给他养老，毕竟王夫子的夫人早就去了，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可以依靠了。为了能继续读书，刘母和刘光绪就答应了。刘光绪也确实是快读书的料，几年后考取了秀才。为了能更好的学习，刘光绪提出要去县城的书院读书。王夫子想了想自己的家底，咬咬牙也就同意了。自从刘光绪考上秀才以后，刘母就开始嫌弃王秀秀，觉得他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儿子。但刘光绪还要靠着王夫子继续读书，虽然看不上王秀秀，也没有做得特别过分。这刘母简直就是又当又立，无耻至极。谁说不是呢？后来刘光绪到了县城以后，没多久就勾搭到了一位富商家的千金小姐李慧兰。刘光绪知道李慧兰很欣赏自己的才学，刘光绪借机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被自己夫子逼迫，不得不娶夫子的那个丑八怪女儿，把自己说的要多惨有多惨，还说夫子仗着这桩婚约，逼着他以后要给夫子养老。李慧兰一听就炸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女婿给岳父养老的？李慧兰越想越生气，就找人买通了一伙盗贼，直接闯进王夫子家，残忍地杀害了王夫子和王秀秀。这也太丧心病狂了！呱呱，那伙盗贼最后被官府抓到了吗？查到李慧兰头上没有？众人听到这里，都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他妈也太狠了！没看出来啊，刘光绪这么歹毒，想除掉王夫子和王秀秀，却挑拨李慧兰，让他做了那把杀人的刀。呱呱继续爆料。盗贼被李慧兰后面派出去的人给悄悄处理了。邻里发现王夫子和王秀秀的尸体的时候，都已经是好几天以后了。邻里立马报了官，可是当地的府衙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这事也成了当地的一桩无头悬案。李慧兰被刘光绪的花言巧语骗得在没有3没6拼的情况下，就和刘光绪苟合到了一起。
还有了身孕。被李老爷发现的时候，李慧兰的肚子已经显怀了。虽然李老爷对刘光绪和自己的女儿武美苟合很不满，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只能同意了两人的婚事。就这样，刘光绪没有花1分钱的彩礼，就娶到了富商家的千金。后来刘光绪手里存了一些银钱后，就在外面买了一处宅子，把刘母接到了县城里过起了老夫人的生活。因为李老爷的缘故，刘光绪也认识了不少富商，开始不满足于被李老爷压制的生活，于是刘光绪和外人合谋，把李老爷的几个儿子弄死的弄死，弄傻的弄傻。李老爷怀疑有人针对他们家，却根本就没往刘光绪身上想，主要是刘光绪平时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模样，骗过了李老爷，弄死了李老爷的那些儿子们。刘光绪抓了李老爷贴身侍从哥哥家的2个儿子，逼迫那个侍从给李老爷下毒，那个侍从没有生育能力，他们家的香火还要靠哥哥的2个儿子传下去，他只能背叛了李老爷，给他下了慢性毒。这个侍从也是跟了李老爷20多年，李老爷平时很信任他，才没有设防。1年后，李老爷毒发身亡，刘光绪掌握了整个李家。李老爷死后，刘光绪把刘母接进了李府。刘光绪害怕外人的闲言碎语，虽然没有把李府改成刘府，但整个李府都是刘光绪把持着的。老天还真是不开眼。刘光绪几年后中了举人，后又一路到了殿试，最后被当今皇上钦点为榜眼。打马游街的时候，刘光绪现在的夫人程勤勤看上了他。程勤勤是镇国公府的庶女，虽说是庶女，但是配刘光绪绝对配得上，国公府的女儿绝对不能做妾。刘光绪也只能把李慧兰贬妻为妾了。李慧兰怎么可能甘心？好不容易刘光绪成了榜眼，她可以做官夫人了，凭什么要从正头娘子变成上不了台面的小妾？但是刘光绪态度强硬，李慧兰没办法，只能用当初王夫子和王羞羞的死，企图逼迫刘光绪打消贬妻为妾的念头。刘光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在李慧兰去寺里上香的时候，让人扮作山匪，杀了李慧兰和自己的女儿。李慧兰死后，刘光绪用李家的钱财下聘，娶了程勤勤。在镇国公府这些年的帮扶下，刘光绪做到了现在的从4品通议大夫，直接少奋斗几10年呢。宋瑶瑶听完了刘光绪的升官史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没想到刘光绪平时一副文人做派，没想到会干出杀恩师、杀未婚妻、杀妻杀女的事情来。这人啊，还真不能只看表面。呱呱，这就是所谓的无毒不丈夫吗？刘光绪这人一路都是靠女人走上来的，还真是个软饭男，杀了这么多人不说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没放过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这刘光绪简直就是畜生不如的东西。这样的人让他做了官，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？还好现在只是个闲职，要是到了朝中的重要位置，看不惯谁还不直接弄死。皇帝听到这些新生的事，脸色大变，立马让人去查刘光绪的事情了。呱呱，你说镇国公知道刘光绪的这些事情吗？知道，嫁女儿之前，他把刘光绪祖上几代都查了个清清楚楚。镇国公知道刘光绪这德行，日后也不怕刘光绪得了势以后，他们也落得和李老爷家一样的下场吗？镇国公根本就没把刘光绪放在眼里，当然不害怕了。哎，把这么一匹狼放在身边，有镇国公哭的时候。众人看着刘光绪一家，再看看镇国公一家，他们面色如常，好像根本听不到宋瑶瑶的心声。大家都在好奇，为什么有的人听得到宋瑶瑶的心声，有人却听不到？大家还在等着听八卦，可是宋瑶瑶的心声再也没有响起。宴会结束，皇上召集大臣们去了养心殿。刚才宴会上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能听到的爱卿站在左边，听不到的站在右边。听不到的就先退下吧。是，臣告退。宋侍郎，臣在。说说宋瑶瑶的情况吧。小女宋瑶瑶自出生起，我们就能听到她的心声。我和夫人还有其他3个孩子都能听到，可是家里的下人他们是听不到的。那个叫呱呱的系统，小女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跟着她的。从小和呱呱的对话中，我们了解到小女是带着上辈子的记忆投胎到我们家里的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们已经验证过很多次了，只要是小女和呱呱提及的事情，都是真的。那刘光绪杀家人的事情是真的了？真看不出来，刘光绪如此的心狠手辣。和这样的人同朝为官，我们都得多长个心眼。怎么会有这么狼心狗肺、畜生不如的人？这种人根本不配做官。为什么一些人听得到，一些人听不到？这个臣也不知。自宋瑶瑶出生以来，你们就一直要她关在府里。那个叫呱呱的系统知道太多，为了小女的安全，臣不得不这么做。那对于宋瑶瑶的前世，你知道多少？偶尔会听小女提起那么1、2句，小女和呱呱说的那些话，臣和家人们完全听不懂，所以臣无从得知小女的前世是什么样子的。朕倒是好奇，今天宋瑶瑶提到的飞机是什么？是会飞的机吗？这个臣不知。至于刘光绪的事，朕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
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关于大家可以听到宋瑶瑶心声这件事，各位爱卿回去后告诫家人，一定不能让他本人知道，否则定斩不饶。回到府里，宋瑶瑶又被父母勒令待在府里，不准出府门。呱呱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都已经12岁了，怎么就不能出门了？小时候说怕我被拐走，可是现在我都已经长大了，还拿这套说辞来搪塞我。话说回来，少女被拐的也不少，你爹娘也是为了你好。呱呱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头的？我当然是站在你这头的，不过你父母说的也没错。好像也是，拐卖少女的事件也不少，像我这样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美少女，被人盯上也是能理解的。哎，都怪自己这该死的魅力，太招人了。哎，这个宿主没有一点点的自知之明，这会儿又自恋上了。宿主，虽说你父母是好心，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说服他们，要让你出府门。府里每个人的瓜，咱们都吃遍了，连厨房门口那条狗子的瓜，咱们都吃了。再不吃新的瓜，呱呱的能量都要补充不上了。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几天后，皇上派去调查刘光绪的人回来了。刘光绪在他们老家那里也是个名人，他的事情很好调查。皇上认真看着书案上暗卫调查来的结果，虽然早就在宋瑶瑶的心声中得知了事情的一切真相，可是看到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，皇上都不由得心里颤了颤。真是好歹毒的计策。暗卫还调查了镇国公府李慧兰的死，他们府上没有参与。看来宋侍郎说的是真的了，只要是宋瑶瑶和那个呱呱提及的事情，一定都是真的了。王权下令刘光绪斩立决，他的那几个子女年龄还太小，买为官奴吧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处理完刘光绪，皇上也在发愁，他们天凤皇朝出现了宋瑶瑶这么一个变数，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第二天，王权就带着一道圣旨来了侍郎府，王公公点名让宋瑶瑶接旨。宋瑶瑶听到让他接旨的时候，也一脸懵。我干什么了？怎么就要接旨了？除了参加了一次宫宴之外，什么事都没干啊！所有人跪下后，王公公打开圣旨宣读了起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闻宋侍郎之女宋瑶瑶，才德兼备，足以为女子之表率。朕特封其为从6品起居舍人，次日跟其父一起上朝。钦此。宋侍郎一家听到这道圣旨都懵了。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起居舍人那是什么官职？负责记录皇上平时的言行，包括上朝处理政务、与大臣商议等等的记录官。瑶瑶才12岁，让一个小姑娘每天跟着一个糟老头子，皇上这是要干什么？大家的思绪万千，都忘了谢恩。小宋大人，接旨啊！宋瑶瑶此刻也是懵的，我怎么就要过上打工人的生活了？臣宋瑶瑶接旨。恭喜小宋大人，贺喜小宋大人。王公公，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家瑶瑶才12岁，每天跟着皇上记录皇上的言行，这……宋大人多虑了，皇上让我带句话给你们。小宋大人只负责皇上上朝时的言行，朝堂上与大臣们商议朝政的记录，其他时间的记录不必小宋大人操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王公公走后，爹，你和皇上说说，我不想去上朝。再说了，宫里的女官都是待在后宫里，供皇后娘娘差遣的，朝堂上除了我一个女子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女子了，我不想去。瑶瑶，皇上是不可能收回成命的，你就乖乖的跟着爹一起去上朝吧。你只负责记录皇上上朝时的言行，朝堂上与大臣们商议朝政的言论即可，活还是比较轻松的。爹，这不是活计轻不轻松的问题，我才12岁，我真的不想去上班。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去和皇上说说，让他收回成命，好不好？皇上看上我哪点了，我改还不成吗？圣旨已下，由不得你不同意。宋侍郎看着这个不着调的小女儿，也是头疼的要命，一甩袖子直接走人了。娘，你能不能让爹去和皇上说说？不能，圣旨一下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得去上朝。行了，今晚娘让厨房给你做你喜欢的红烧肉，总行了吧？行吧。哎，才12岁，怎么就稀里糊涂就要过上打工人的生活了？晚饭后，宋瑶瑶直接回了自己房间，从枕头下摸出了一本名叫《清俊书生与俏丽小寡妇不得不说的2-3事》的书，有滋有味的看了起来。宿主，这书是你又偷才买的婆子从外面买回来的。是啊，呱呱，我和你说，这个俏寡妇很凶猛，直接壁咚了隔壁的俊俏小书生，聊得人家书生心神荡漾的时候，又抽身离开了。渣女，怎么就离开了呢？裤子都脱了，就这。宿主，你记不记得，你明天5更天就要早起去上朝？知道啊，别催了，我再看一会儿。呱呱也不再说话，房间里又传出了宋瑶瑶的声音。这个俏寡妇不行啊，感觉她就是喜欢聊骚，不敢来点实际的。哎瑶瑶，喜欢你就上啊，看得我都替俏寡妇着急。不知不觉中，宋瑶瑶已经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
小姐，起床啦！今天你还要跟着老爷一起去上朝了。宋瑶瑶只当听不见，继续睡觉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宋侍郎的声音：“瑶瑶，瑶瑶，醒醒，准备一下去上朝了。”爹，我再眯一会儿。宋侍郎看着这样的宋瑶瑶，直接把宋瑶瑶扛起来，转身就走。宋瑶瑶再次睁眼时，只听到宋侍郎说道：“瑶瑶，下车吧，咱们到了。”宋瑶瑶困极了，继续闭着眼。哎，等到了宫门口再叫醒她吧。宋侍郎只好又把宋瑶瑶扛在了肩头上走。马车停靠的地方离宫门口还有一段距离，需要步行走过去。宋侍郎，你家可真是走了狗屎运！听说你的嫡次女被封为了从6品的起居舍人，既然孩子都当官了，就应该有当官的样子。你看看，你这么扛着小宋大人，成何体统？宋侍郎，疼爱孩子是没有错，但可不能溺爱孩子。孩子嘛，还是要从小教导。谁家12岁的大姑娘了，还要老爹扛着走？这要传出去以后，还怎么嫁人？孩子要是个懒骨头，那就是打少了。我和你说啊，咱们自古奉行的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，棍棒底下出状元。你家这丫头，明显就是打少了。宋瑶瑶一下子睁开了眼睛：“爹，放我下来！”瑶瑶，你醒了？醒了。宋瑶瑶看了一眼严大人，宋对对瞬间上线。这位大人，你今天早饭吃的什么？严大人被宋瑶瑶问懵了。早上吃的粥。怪不得呢，想必喝粥一定吃了不少咸萝卜吧？怪不得嫌吃萝卜蛋操心呢，原来是咸萝卜吃多了，需要疏解咸味。你大胆，你放肆！你什么你？我还放5、放6呢，真是吃着自家饭，操着别人家的心，也不怕操心操多了，直接猝死过去。你敢诅咒我去死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这年头听说过抢钱、抢功劳、抢美名的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抢着去死的。黄口小儿，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的？老菜帮子，在这里摆什么谱呢？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我懒不懒关你屁事，还怂恿我爹打我，真是显得你脸大了。宋侍郎，你就是这么教女儿的？就让她这么一个丫头片子指着长辈的鼻子吗？宋侍郎看了一眼严大人：“我女儿说的没错。”你们，你是谁的长辈？别以为年纪大就能给谁都当长辈了，还真把自己当颗大半算了。你在场所有官员都惊呆了，他们这些官员平时拌几句嘴是有的，实在气急了也是顾及着彼此的身份，指桑骂槐的骂几句，哪有像宋瑶瑶这样的直截了当的开骂，而且句句还不带脏字。爹，咱们赶紧走，这人不会一会儿躺地上碰瓷吧？到时候说咱们把他气晕了，要讹咱们钱可怎么办？我这才第1天上班，还没领到月俸呢。看样子他是准备要躺地上了。瑶瑶，咱们赶紧走，和钱沾边的事绝对不能马虎，可不能让人讹了去。一旁的官员都张大了嘴巴，还能这么损人？这小宋大人可真是够毒舌的。眼见严大人气得快要晕过去了，听到小宋大人最后的几句话，硬生生又挺了过来。宫门口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皇上耳朵里，皇上听了王权的话，发出了一阵开怀的大笑。这帮老东西们也就成天喜欢和朕对着干，在朝堂上把朕气得半死。现在有了这么一个硬刚的丫头，吃瘪了吧？有了这丫头，以后有的热闹了。对了，派几个暗卫去保护那丫头，别让人给害了。是。太和殿内大臣们都到了齐了，严大人就站了出来。皇上，臣有本启奏，女子进朝堂实属不妥，从古至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。宋瑶瑶听了严大人的话，心里就骂开了。刚一上朝，这个老逼灯就跳出来了，他像疯狗一样死咬着我不放，我还没找他麻烦呢，没想到他就主动送上门来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宿主，这个老逼灯上蹿下跳的就是条疯狗，宿主盘他。呱呱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今天还是第一次见这人，怎么就死咬着我不放呢？朝臣们的耳边忽然传来了宋瑶瑶和呱呱粗犷的对话，严大人也听到了刚才的对话，气得要死。宿主，老逼灯叫严宽，是礼部侍郎，和你爹一样都是正四品的官职。严宽和你爹一直都不对付，今天在宫门口找茬也是嫉妒你爹和你。呱呱，这人也太不要脸了，他嫉妒个锤子，要怪就怪他生不出一个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来，应该好好找找是不是自己的基因有问题。就是。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基因，但是这次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宋瑶瑶确实没有张嘴，那刚才就是宋瑶瑶的心声了。这小兔崽子，一个姑娘家的怎么满口的污言秽语？宋瑶瑶前世是军医，和军人们混熟了，什么荤话都听过，这才哪到哪。呱呱，有没有关于这个老逼灯的瓜？给我说说，也好让我高兴高兴。我都想好了，等知道了老逼灯的秘密，我就把他的故事写下来，卖给说书先生，这样京城里就人尽皆知了。狠，还是这丫头狠，就没想过给严大人留活路啊。有的，真没想到啦，这个老逼灯还是个女装大佬。
呱呱，你说什么？女装大佬这么刺激的吗？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，看着也不是娘娘腔啊。啧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呱呱，赶紧给我说说。严宽父母一连生了8个女儿，最后才生了他，所以给他起名严金宝。严金宝从小就有8个姐姐带着他长大，与姐姐们相处久了，严金宝的行为就有些偏女性化了。严金宝很喜欢女孩子的漂亮衣服，喜欢女孩子的头饰，喜欢女孩子们用的胭脂水粉，也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。到了6岁启蒙的年纪，严父严母把严金宝送去了学堂，因为严金宝娘里娘气的，学堂的很多孩子都不愿意和他玩，他们还给严金宝起了个外号，叫他假太监，因为这时严金宝和同学们打了起来。这次严金宝下手很重，把对方打进了医馆。严父严母得知打架的缘由后，这才觉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从那以后，严父严母亲自教导严金宝，不允许他再和姐姐们一起玩，也不准他喜欢那些女孩子的东西。为了让这个儿子变得阳刚一些，严父严母把严金宝这个名字改成了严宽。就看看他死咬着我不放的那个执着劲，我想他没那么容易放弃。不错，事实和宿主想的一样，表面上严宽是屈服了，可是背地里还是喜欢那些东西，但他隐藏得很好，一直没有让严父严母发现。等到他高中以后有了自己的府邸，他在自己的书房里修建了一间密室，这间密室里都是严宽这些年收藏来的女人的各种用品，什么胭脂水粉，什么女士内裤、肚兜、绣花鞋、瑞士带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在那间密室里找不到的。每天晚上，严宽吃过晚饭，借口要处理公务，都会去书房。其实他是进了书房的密室，在里面换上女人的衣服，描眉涂粉，打扮过后好好欣赏一番自己，随后才不情不愿地卸了妆，换回了自己男儿的衣服。这个死变态，连月事带都收藏。宿主都是没用过的。我知道，要是用过的，我就想直接锤爆他的狗头。听到这里，大家看严宽的眼神都不对了。原来这就是女装大佬的意思。密室这事，他的夫人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做的非常隐蔽，连他的心腹都不知道。宿主严宽还有个癖好，你猜猜是什么？猜不到，你直接告诉我。呱呱，让人吃瓜吃一半会遭天打雷劈的。好吧，我直接告诉你，严宽和他的夫人小妾们同房的时候，喜欢自己换上女装，让他的夫人小妾们穿上男子的衣服，然后才……严宽还是下面那个这么刺激的吗？呱呱，有没有视频？我想看。宿主，我现在等级还不够，等我升级了以后，你就可以随时看视频了。呱呱，那你什么时候升级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朝臣们都一脸欣慰地盯着严宽，严宽举起颤抖的手，没有说一句话，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，随后昏了过去。呱呱，这老逼灯不会嘎了吧？宿主，老逼灯还有气儿呢。哦，我以为他已经死翘翘呢。呱呱，我回去后就把老逼灯女装大佬的事都写下来，卖给说书先生。这么劲爆的事，到时候茶楼肯定会高朋满座的。呱呱，我觉得大把大把的银钱在向我招手。众人也听到了宋瑶瑶刚才赚银子的计划，心里都是突突的。要是哪天不小心得罪了小宋大人，那秘密也被写下来，到时候拿去赚钱，还不搞得人尽皆知了。看来要和宋侍郎打好关系了，让他管好自家女儿，不要让他拿这些事情去赚钱。皇上眼神复杂的看了一眼宋瑶瑶，就让人把严侍郎抬出去了。早朝继续，接下来宋瑶瑶没有再和呱呱聊天，老老实实的在一旁仔细看着江大人是如何记录的。明天宋瑶瑶就要自行记录了，没人可以帮她。刚一下朝，爹，咱们赶紧回家，我都要饿死了。爹，你能带我去酒楼吃饭吗？家里饭菜估计都做好了，回去就能吃了。好吧。回到府里，宋瑶瑶坐下后直接手拿就吃了起来。你慢点，又没人和你抢。娘，这皇上也真是的，规定5更天就上朝，我才睡下没多久就被碧桃叫起来了，这简直起得比鸡还要早。你这孩子嘴上就没个把门的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本来就是。你还说这话要是被人听了去，还不知道惹出什么事端来。知道了。吃完饭，宋瑶瑶回去补觉了。今天瑶瑶第一天上朝，没有惹出什么事情来吧？听了这话，宋侍郎长长叹了口气，就把今天发生的事都说了。严大人是被抬出大殿的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这严大人他也太不要脸了，一大把年纪了还欺负咱们家瑶瑶。瑶瑶才刚满12岁，真不要脸，被气死也是他活该。是挺活该的。老爷，你以后可要离那个严大人远一些，那人简直恶心死了，还私藏女人的东西，连月事带都收藏，简直就是个变态。我知道了。宋侍郎叹了口气，夫人，你说这么下去的话，咱们会不会把那些朝臣们都给得罪死了？是啊，我也担心这个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人家的闺女都是父母的小棉袄，咱们家的瑶瑶就是个漏风的大袄子，是专门来坑咱们的。10点后，宋瑶瑶醒了。呱呱，现在几点了？宿主，
现在是早上10点。啊，睡了一觉起来，才早上10点。是啊，宿主，古人不都是早睡早起的吗？哎，宋瑶瑶去沐浴好以后，已经是半个时辰以后的事了。宿主，你打扮得这么漂亮，是要出门吗？我想出去转转。宿主，你爹娘能同意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，我都是当官的人了，我爹娘还能一直拘着我不成？宿主，加油！进了屋，宋瑶瑶就开始讨好。娘，宋夫人头都没抬，眼睛一直盯着账本。说吧，来我院子是有什么事？娘，我都长这么大了，我还没出过府门，我现在大小都是个官了，还不知道京城是什么样子的，我想出去逛逛，好不好？成，你去账房支50两银子，有什么喜欢的可以买一些回来，让你大姐陪你一起去，记得多带一些护卫。是。怎么感觉没那么简单，这么容易老娘就答应了？以前就算自己撒泼打滚，父母都不松口，这次怎么就答应了？哎呀，不管了。夫人，真的要让小姐出门吗？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，一直把孩子关在府里不让出门也不是个办法。瑶瑶天天上朝，时不时就扒那些朝臣的老底，根本就阻止不了。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也没必要一直拘着孩子了。就像瑶瑶自己说的，她都已12岁了，还没见过京城长什么样子。看着她那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我也觉得心酸。算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斗不过。宋瑶瑶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跑到了大姐宋清灵的院子里。大姐，娘同意我出府了，真的。我刚从娘的院子出来，娘让你陪我一起去，还让咱们去账房支50两银子，买些喜欢的东西回来。好，你等我，我收拾一下，咱们就走。好。宋瑶瑶终于得出府门了。呱呱，这就是古代的街道啊。是啊，宿主，你们所在的地方是官员的住宅区，住的都是达官贵人，人口也比较少，街道也很干净。呱呱，这古代的建筑真是精美，这要怎么形容呢？那句网络用语怎么说来着？奈何自己没文化，一句卧槽走天下。宿主，你想飙粗话就直说，不要给自己找理由。你一个学霸，本硕博连读的高材生，怎么可能词穷？你骗谁呢？好吧，被呱呱发现了。不过好汉不提当年勇，那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这辈子我只想混吃等死，做一条摆烂吃瓜的咸鱼。宿主，你当咸鱼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带上呱呱，呱呱也好趁机收集一些能量。呱呱，你就放心吧，忘不了你的。